报吴磊招助理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跟赵露思有关。作为公众人物、演员、歌手和艺术家，经常要忙于紧张的日程，不得不奔波于许多地方，因此身边有一个助手来帮忙打点副业，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不过在招募明星助理的时候，提出的要求就不同了。近日网友们流传着一个非常有趣的谣言，与著名青年演员吴磊有直接关系。具体来说，传闻在面试助理时，吴磊最讨厌听到一句话：我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如果候选人说出这句话，他会立即失败。上述文章发表后，许多人对男主星汉灿烂、跃升沧海的难度级别表示兴趣和惊讶。很多人认为以上标准是吴磊给出的，是为了避开那些用阿谀奉承的人当他的助手。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听众觉得吴磊的原则过于严格和保守，因为如果你要当助理，就必须了解代表，如果你聘请的人不认识你为谁工作，以后会导致许多不便甚至危险的情况。据了解，汉末之后，吴磊着眼于一个新的项目。随着影片幕后流出的一系列主创夫妻失恋时刻，观众期待这将继续成为吴磊一部成功且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近期让我们一起关注和支持演员吴磊的下一部作品吧。关晓彤晒出与吴磊的聊天记录，却忘了打头像，放大了心疼吴磊。娱乐圈中的情侣很多，但是大家所熟知的情侣并不多。但是鹿晗和关晓彤可以说是最广为人知的一对了。刚公布恋情的时候，两人非常甜蜜，很多女生都羡慕关晓彤，前世拯救了银河系，遇到了鹿晗这样好看又贴心的男朋友。在吴磊的头像上有明显的7个字苦酒伤喉，心痛，而关晓彤则用的是满满的萌系少女情侣头像，这是小英和小浪的爱情头像。妥妥的官配，这波狗粮你吃饱了吗？这也就意味着私下里鹿晗用了这个恋爱噱头，没想到一流的鹿晗也能做到这一点。很多普通的男生都不愿意跟自己的女朋友用恋爱的噱头，这么一想真是太酸了，越酸越心疼吴磊，尤其是苦酒伤喉心痛这7个字，单身狗吃狗粮真的要哭了。对了，头像已经在文章里了，希望大家尽快找到可以一起换头像的，有的话立马拥有鹿晗和关晓彤同款情侣头像。时尚大片把吴磊拍成意气风发，网友吐槽我又看不懂时尚了，吴磊为 Loewe 拍的广告大片我又不懂时尚了。平日里的酷帅小伙子长得很像那个走私平板的162意气风发的家伙。接下来的画面中，吴磊又变成了柠檬精，俊美的脸庞被拉长变形了。注意，这不是 P 图，不是花絮，也不是10年前的考古照片，而是政府前几天发布的最后一部电影。Loewe 能在男神女神面前保持一碗水的水平，这不，连电影随便截图的汤唯都变成了不怎么聪明的鸭子了。他好像在玩一早起来准备去菜市场买菜的我杂货，连额头上的痘痘和法令纹都清晰可见。怎么说呢？汤唯被绑架了，眨眼就好。这些令人费解的大片都出自摄影师 Jürgen Teller 之手。Jürgen Teller 从事摄影师行业已有30年，曾与 IDW、Vogue 等知名杂志及大牌明星合作。他是时尚圈的人气摄影师，业内对他的评价是天才、鬼才，但他似乎与俊男美女不合。遇见他之前，泫雅是纯粹欲望的鼻祖；遇见他之后，泫雅是失眠的代表。懒散的殴打工人又累又丑。舞台上头发生机勃勃的澳洲野蔷薇蒲彩英 Jürgen Teller 是如何秀出美貌的？躺在床上，性感的黑丝包房大片就此诞生，只是很草率。不过他对蔷薇还是好心的，至少他还有一张床可以躺。有的模特只是在路边的下水道旁铺了一张粉红色的垫子就开始拍摄了，画风透着一丝荒诞，模特的表情也很耐人寻味，充满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怀念。就算是身着漂亮裙子的美女，也得沾点泥巴。其他人更惨，跪在沼泽中，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向前走去。
欢迎来到充满共鸣的地下世界。如果治疗好些，可以躺在草地上。虽然小草很容易拍出美轮美奂的大片，但于尔跟特勒也懒得理会有多难看。当然，在大人的世界里，不仅有平躺的，还有想躺不敢躺的。然后半躺下来想一想，我怀疑各种软体动物是伊尔跟泰勒的灵感来源。躺累了，让模特从仙人掌堆里爬出来，表现出被囚禁20年终于见到太阳的惊奇。或者穿上华丽鲜艳的连衣裙，躺在路边的石阶上 cos 蘑菇。伊尔跟泰勒知道如何记录生活，这不，他没有放过跪在路边祈求天气转晴的样子，手打扫玻璃房，带着一丝快变成丧尸的小美女，值得一试。村口杀手的不忍之美应该记录下来。10年后，又是一轮新时尚。他还拍摄了让韩国人病入膏肓时惊坐直立的一字肩阔头小西装模板。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伊尔跟泰勒的摄影风格好像在抄手机里的好友表情呢？就像一堆美图秀秀没用过的随手拍的。你以为下图是见鬼了，控制不住惊慌的表情，是废片，其实是杂志封面。真的很难不让人想起一些恐怖片，或者是被生活压弯了腰，看起来苦涩的现实主义纪录片。一些奇葩的拍摄角度和模特那极具说服力的姿态，着实让人无法抗拒李安那句名言：看不懂却被震撼。放到内娱就被粉丝骂关评论，太离谱了。伊尔跟泰勒真的不会拍照吗？他也知道自己的照片很两极分化，有些人觉得我拍人丑、邋遢、烂眼睛，但我觉得我照片里的每个人都很有魅力。你能感觉到我对同龄人的感觉心理学，我试图挖掘他们的核心。翻看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拍不出精致枯燥的照片。他镜头下的明星模特无一不散发出强烈的新鲜感和旺盛的生命力。他会让我们相信，无论你是超模还是明星，都有喜怒哀乐。这种剥离时尚、荒谬的构图并专注于更发自内心的镜头的技术极具争议。他拍摄的凯特·摩斯和金卡戴珊的照片在当时轰动一时，每个人都称他为垃圾色情摄影师。前者躺在床上，好像在睡觉时被人打扰了，后者身穿黑丝，翘着性感的蜜桃臀爬山坡。虽然当时震惊了整个网络，但并不影响这些引发模仿在入影史的有趣怪异的照片，包括他为 Marc Jacobs 拍的大广告，直接把 Victoria Beckham 塞进了购物袋。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只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不仅仅是可爱的衣服。这种拍摄手法在高冷大片面前看似毫无水准，却成为了经典。2018年 Victoria Beckham 还找到了伊尔跟泰勒为她的品牌进行复刻。在伊尔跟泰勒的世界里，不是穿着漂亮的衣服站在镜头前输出美，他更注重观众的体验感，这会让观影的人产生想象，模特身上发生的事情一定很愉快或者很愉快。可悲的是，对吧？这种镜头语言直接而真实，并且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他自己也一直对学生强调，要摄影，首先要热爱生活。照片的存在，是因为你想记录当下，你拿走的是你真正过的生活。虽然在别人看来很普通，甚至很丑陋，但在你身上就是这样。喜欢他拍摄的 Bjork 吃意大利面并弄脏嘴巴的系列照片，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却绝对不乏味。在风格纯粹自然的同时，作为摄影师，他也利用镜头本身的扭曲，带来一种个体张力的视觉。虽然风格不拘一格，特立独行，但作品始终充满率真和幽默。但他的镜头下的人却有着醒目的眼神。来吧，感受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浪。你一定注意到了，伊尔跟泰勒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一种自我表达，没有滤镜和 PS， 纯原生态。因为他想，庄严的我就庄严，美的我就美，丑的我就丑。我看得很清楚，我很诚实，而且我拍摄的人在他们的照片中认出了自己。比如他为系统杂志拍摄倪妮、于尔根、特勒、伊尔跟泰勒，拍摄了他所见过的最真实的镜头，没有戏剧化的布景和凹陷的四肢。
不修图不美，但很养眼，很舒服，连妮妮紧闭的嘴巴都清晰可见。说实话，谁不想看到妮妮的沉默呢？现在满街都是 ins 风，修图过度，滤镜 buff 满满。习惯了虚假之后，人们就无法接受这种原汁原味的风格。一直活在滤镜下的人分不清真正的美，他们可能还会觉得有法令纹、面色蜡黄的刘雯显得老了，也觉得 Ryan Navin Rompay 唇部长痘痘难看。但于尔根·泰勒 Jürgen Teller 在商业摄影中的懈怠感觉就像是一场对抗，没有走符合大众的审美路线，但足够真实可爱。美与丑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面对真相需要勇气。于尔根·特勒 Jürgen Teller 做到了，而且他已经这样做了30多年。尽管这些摄影作品充满了不完美，但我们可以在不完美中感受到人间烟火的气息。活着不是比花时间 P 图骗人更有意义吗？当然，如果以后有人问你是什么类型的摄影，你可能会回答 Jürgen Teller。